在最新的预告中，太子曾经的青梅竹马曲灵均被爆出杀害丈夫的罪名，太子妃也被揭开了表面贤德，实则内心自私、贪婪、嫉妒心强的真面目。少商和凌不疑这样的火眼金睛，一开始就看穿了太子妃，只是碍于太子的颜面，不好当众拆穿。但是曲灵均杀夫案曝光后，太子妃在背后做所有的小动作也被放大，一股脑的全曝光在了众人面前。其中，少商和凌不疑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凌不疑年少欲破坏太子妃与太子的婚事，当初给太子定亲时，皇帝的小朝廷还朝不保夕，因为需要拉拢地方望族的势力，就给不满10岁的长子定下了太子妃的家族。所以太子其实并不喜欢太子妃，他喜欢的人其实是曲灵均。可是他本身性格懦弱，怎么可能违背皇帝为他定下的亲事？尽管当时凌不疑还小，却已经看不下去了。太子对自己的婚事都无所作为，自己跑去和皇帝和皇后说太子不能娶太子妃，将来会害了太子。皇帝不理他，他就跑去向太子谏言，让他将心有所属之事告诉太子妃，希望由太子妃的家人来提出退婚，将来再多补偿太子妃一家。可是太子始终毫无作为，凌不疑无奈，只能私底下找人去告知太子妃实情，再由他决定是否告知家中父兄叔伯。结果太子依旧娶了太子妃，因为太子妃他什么都没跟家里人说。从那时起，凌不疑就认为太子妃德不配位，所以少商进宫后就一直叮嘱少商离太子妃远一点，不要参与动宫之事。太子妃私自圈地被少商暗讽，可是依照少商天不怕地不怕，凡事随心所欲的性格，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管不顾？和太子妃相处一段时间后，少商也看出来，虽然常有人恭维太子妃与皇后很像，都斯文端庄，都柔和守礼，还都生了一副慈悲心肠，御下甚是宽和，但他认为皇后是正品，太子妃只是中仿 A 货。皇后的柔善是发自内心的，而太子妃却是表里不一的白莲花。随着五公主圈地上万亩的事情被爆出来，太子妃圈地7、8千亩的事情也被五公主抖了出来。五公主做的不对，可太子妃却蠢得在皇后及少商面前50步笑100步。母后不知，太子殿下平日里办事用人都要钱，花费甚大，手上若是没能些活动的经营，好些事都没那么顺当了。我虽不有些田产，但也一样将人丁田亩登录在当地府衙的榆林册中，一点没少。五妹却不一样，明明是一封后，还圈了那么大的田地，结果只向官府录了20锭。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，是太子听从了府内幕僚的建议，不让太子妃插手经营钱财之事。太子妃为了自己日子好过，瞒着太子在外圈地敛财。少商在心里暗讽，就算五公主有过错，太子妃也该私下跟皇后说，而不是当着自己与许多宫婢的面说出来。他俩未属姑嫂，太子妃现在还没登上凤位，就对小姑这样刻薄不留情，帝后将来还能指望她照拂其余弟妹吗？后来看在太子的面子上，凌不疑将此事压了下来。可惜太子妃丝毫没有收手的想法，往自食恶果的路上一步一步紧逼。太子妃堂兄卷入曲灵均杀夫案，被少商和凌不疑查出。曲灵均杀夫案，很多人都以为是太子嫁祸给曲灵均的，但实际上不是。背后之人其实是以废太子团为首的小乐侯。其实针对太子的并非是一个人，也不是一个家族，而是许多股力量于不声不响中达成了默契。比如太子妃的堂兄孙胜，其实诱他荒淫犯罪的是一家人，查他底细拿他把柄的是另一家人。而在太子身边安插人手，探知太子约曲夫人相会在子贵别院的又是第三家人。他们希望借此事牵扯出太子。太子妃再笨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，毕竟他和太子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太子妃的堂兄孙胜便是子贵别院的管事，正是因为他被废太子团抓住了把柄，所以不得不吃里扒外，帮助废太子团陷害太子，夺妻杀人，以达到他们伤害太子的声望以及名誉的目的。皇帝大怒，命凌不疑彻查此事，而少商则代表皇后跟凌不疑一起查案。事实的真相被少商和凌不疑查出后，证实了曲灵均和太子都是被冤枉的。真正杀曲灵均丈夫梁尚的，其实是他的胞弟梁霞，因为梁霞杀了哥哥以后，就可以做梁家家主的位置。实际上梁霞也是被人利用了，而幕后之人的目的也达到了，因为从始至终，他们并不想坐实太子夺妻杀人的罪名，只是以此来减低太子的声誉。
此事对太子妃的影响也很大，因为她不仅为自己的堂兄求情不成，自己在东宫最后的娘家倚靠也被拔除了。自此，太子妃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尴尬局面，为后面少商和凌不疑联手废太子妃做了铺垫。太子妃对曲灵君的迫害手段被少商当众穿穿。太子和太子妃成婚后，被太子妃那副表面温柔贤淑的模样迷惑了。太子即便不喜欢太子妃，也和她相敬如宾。就算太子再喜欢曲灵君，与太子妃成亲后，也和他10年没联系了。但是太子妃却不这样想，暗中一直在伤害曲灵君，每年派人给梁上府中以太子的名义赏赐东西给曲灵君，并且这个赏赐非常有手段。少商在查清曲灵君杀人案后，注意到了一个没人注意到的细节。在皇后、太子凌不疑面前戳穿了太子妃已经实施了10年的赏赐手段。少商冷声道：“妾在曲夫人的婢女处见到了这副领缎。”那婢女说：“这回曲夫人又受梁上殴打，就是因为这副太子赐下的领缎。我觉得好生奇怪，这领缎明明是前些日子京中刚上贡来的穗禾，娘娘将这一头赏赐给了太子妃，其余的还在我那儿没动呢。”于是我细细盘问，这才知道太子妃做下的好事，在太子和娘娘面前做出一副贤良淑德的样子。等到了去了河东梁家，送礼的小黄们就假作是太子派去的人，当着他们夫妇的面胡说八道。什么殿下近日偶感风寒，病中甚是惦念夫人；什么殿下常叹息，再无人能为之医，还经赏些亲昵之物。去年是金丝凉席，明年就是青玉枕。哦，这回太子妃赏的就是这种用来做礼衣的领缎。曲灵君当日会答应去子贵别院和太子见面，也是为了告诉太子以后不要再想着他了。可是懦弱老实的太子却还不明所以。曲灵君还曾托去赏赐的人给太子送信，信中就全是央告太子不要再送东西了。可惜这些信却都落在了太子妃手里了。太子妃10年的筹谋算计终于被少商揭开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将来怎么可能做母仪天下的皇后？跟废后一样，废太子同样是大事，必须得谨慎。少商和凌不疑一唱一和，最终太子妃被太子幽禁在别院，太子妃的名号名存实亡，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。太子妃本身就是一个贪婪、自私、无才无德的人，突如其来又得到了与她能力不匹配的地位，欲望瞬间膨胀的同时，又没有能力驾驭手中的权力和欲望，强烈的嫉妒心反而让她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、为所欲为。以小聪明使阴险手段，妄图蒙骗所有人，最后只会自食恶果。出身决定了我们的命，可后天的本事却能改变我们的运。不矫情，不做作，练慧眼，长见识。当有一天机会降临在你身上时，你才有可能把它牢牢抓住，而不是被它吞噬。